在美国总统的办公桌上有许多按钮和设备，它们通常控制着通讯、安保，或是启动与国内外领导人之间的通话。然而，在唐纳·川普 （Donald Trump） 担任总统期间，椭圆形办公室里最神秘，同时也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装置之一，是一个不起眼但又惹人联想的红色按钮。外界一开始对这颗按钮的猜测众说纷纭，毕竟红色按钮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是关乎核武指挥权的重要象征。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采访时，也不免被这颗红色按钮所吸引。大家心里都在暗暗想，难不成这就是那颗传说中的毁灭按钮？但答案却出乎意料的轻松幽默。原来，川普将这颗红色按钮重新定义为他的专属可乐召唤器。每当他按下按钮时，总统府的侍者便会迅速端上一杯冰凉的健怡可乐 Diet Coke。 这个画面也成为川普总统时代最令人莞尔的白宫传说之一。然而，这座象征的一个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建筑，却有着让人恐惧的一面。无头女仆。据传闻，19世纪初至南北战争时期，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白宫，自1800年约翰·亚当斯总统正式迁入以来，历经战争与重建，成为美国权力的象征。然而，在庄严的大理石与拱顶下，白宫也藏着一层不为人知的阴影。这座建筑曾经历过1814年因军焚毁、战后重建，以及无数幕僚和仆役的无声劳作。在这座被誉为世界上最权力核心的场所里，有一则流传100余年的都市传说——无头女仆的幽灵故事。这名女仆的名字早已不可考，但传说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的白宫仍处于忙碌的修缮与扩建时期，特别是在南北战争1861到1865年期间，白宫虽然远离前线，但内部仍经常进行维护与加固工程，为的是应对战争带来的不安定氛围。据说，这位年轻的女仆来自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农庄家庭，为了生活，她离乡背井，前往华盛顿寻求工作机会。在白宫里，她负责清扫总统家族与高层官员的私人套房，还要照料客房与宴会厅。她勤奋、认真，但却因为一次悲剧性的事故，成为白宫里永远的幽灵。那个夜晚，正值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华盛顿特区笼罩在紧张与恐惧之中。夜幕低垂，一片静寂，女仆依然坚守岗位，为第二天的国宴做最后的准备。她拎着煤油灯在狭窄的服务走廊穿梭，手中抱着一叠刚熨烫好的亚麻桌布。不料，就在楼梯转角处，她不慎踩滑了楼梯上的一块湿布，整个人连同煤油灯翻滚而下。更糟的是，煤油灯摔碎后泄漏的火油瞬间点燃了她的衣裙，烈焰伴随着她惊恐的尖叫，回荡在空旷的白宫廊道中。由于当时夜深人静，且战时守卫严格，许多门窗紧闭，没有人及时发现这场惨剧。等到隔日早晨，其他仆人循着焦糊味寻来时，只见到他已经无法辨认的焦黑遗体蜷缩在楼梯下，头部因撞击和焚烧而破碎不全。自那之后，白宫的工作人员与偶尔的夜间访客时常声称在午夜时分看到一个头部空洞的女仆幽灵徘徊于仆役专用通道与楼梯之间。她身穿焦黑的仆人制服，手里还紧紧抱着那一叠早已化为灰烬的桌布，似乎仍在履行她生前未尽的职责。杜丽·麦迪森的玫瑰幽灵。1814年8月，英美战争期间，华盛顿特区成为战火焦点。当英军焚烧白宫之际，第一夫人杜丽·麦迪森 （Dolly Madison） 不仅临危不乱，还冒着危险抢救了乔治·华盛顿的肖像，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杜丽是詹姆斯·麦迪森总统 （James Madison） 的妻子，以她开朗的性格、非凡的社交手腕闻名。她重建了白宫花园，尤其钟爱种植玫瑰。她坚信花园是白宫的心脏，也是美国希望的象征。而这座花园如今被称作玫瑰花园 （White House Rose Garden），
成了他幽灵故事的起点。传说中，杜丽的幽灵人徘徊在他挚爱的玫瑰花园中。据说，他的幽灵常在夜色低垂时现身，身着19世纪初的优雅丝绸长裙，腰间系着浅色缎带，手中轻抚着盛开的玫瑰花瓣。他的身影在月光下半透明，悠悠散发着花香。故事流传最广的一次目击，发生在1913年，当时的第一夫人艾伦·威尔森 （Ellen Wilson） 决定重新设计白宫花园。设计师们打算将杜丽一手栽培的玫瑰移除，改种其他观赏植物。据记载，在开工前夕，一位园丁夜里独自在花园巡视，忽然感到一阵扑鼻的玫瑰芳香，接着他看见一道模糊的人影站在玫瑰丛间，仿佛在捍卫这片土地。你们不要动我的玫瑰！幽灵低语声如清风掠过耳畔，园丁惊恐地掉头就跑，随后更坚决拒绝再踏入花园一步。更离奇的是，不久之后，数名工人在试图挖除玫瑰时，工具莫名断裂，甚至有人声称感觉到无形的力量推开了他们。工人们一致决定暂停工程，这件事也迅速传遍整个白宫。最终，设计师改变计划，玫瑰被保留了下来。据说，这正是杜丽·麦迪森幽灵的功劳。林肯总统的幽灵。1860年代，美国正陷入南北战争的血色风暴。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肩负着一个分裂国家的命运，他的每一天都在压力与焦虑中度过。白宫当时远不如今日的光鲜亮丽，屋内光线昏暗，夜间走廊回响着木板地板的吱嘎声响，屋外则是士兵的哨声与远方偶尔传来的炮火。林肯总统常常深夜独自徘徊，思索战局与未来。传说始于林肯被刺杀后的数十年间。据说林肯的幽灵从未离开白宫，尤其是在国家面临危机或总统压力山大时，林肯会再次现身，像过去一样默默守护这个国家。最早的目击者之一是1920年代的第一夫人葛蕾丝·柯立芝 （Grace Coolidge）。她声称有一天傍晚，她在椭圆办公室 （Oval Office） 附近看见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凝望着窗外的波多马克河。这位男子的面容与白宫内所有画像中的林肯如出一辙。他双手负背，神色凝重，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重大的国事。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造访白宫。作为英国首相的他，当时正与罗斯福总统共商对抗纳粹德国的战略。据说某晚，丘吉尔在沐浴后赤裸上身地走进房间时，赫然看见壁炉旁站着林肯的幽灵。丘吉尔一向以机智著称，他不慌不忙地说道：“啊，林肯先生，看来我们俩都对对方有点出乎意料。”随后，幽灵微微一笑，便消失无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白宫的员工们经常在林肯卧室 （Lincoln Bedroom） 听见奇怪的脚步声与敲击声。据说，在罗斯福夫妇入住期间，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 虽未亲眼见过林肯幽灵，却时常感到房间内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尤其是在夜深人静之时。他坦言，无论多晚返回卧室，他总觉得有人静静地站在窗边注视着外头。有一次，一名年轻的白宫职员半夜巡逻经过林肯卧室，忽然听见房内传来低声细语。他以为是有人私闯内室，便推门而入，却只看见摇曳的烛光与无人触碰却自行摇晃的摇椅。职员吓得当场瘫坐在地，事后辞去工作，再也不愿踏入白宫半步。故事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下次见。